关于我们的反贪会主席阿赞巴基他超额持股，以及整个反贪会被揭发说里面有所谓的 corporate mafia， 你觉得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调查委员会它应该把它升级，今天要调查的不只是非法这一个超持有这一个股票的事情，而是背后 corporate mafia 的这一个课题，这个更为的严重。所以这个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华包括行动党包括公正党，我们有很多这个议员，我们立场是一致的。因为如果今天我们不把这个 corporate mafia 的这个事情把它调查清楚的话，会让这种所谓无法无天啊。今天你可以通过非法的手段去敲诈，而且是配合政府机构去敲诈这些公司的合法拥有人，把股票给你，把公司骗到手。请问有谁对马来西亚的商业企业界还有这个信心跟希望？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过完年了，回来了，大家再一次的回来看到我们马来西亚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晓得你感觉到现在的马来西亚它跟你想象中的马来西亚是越来越接近，或者是它和你理想中的马来西亚是越来越接近呢，还是越来越遥远呢？这个问题我相信在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在茶余饭后或许都是在不断的讨论当中。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大家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思考就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课题、很多的事情不断的在被讨论、被高度的重视，特别是我们华社大家都非常关心几个课题啊，包括了像是独中统考到底有没有被承认，还有在雪州的养猪场到底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再经营下去，似乎现在面临了被整个连根拔起，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的一个危机。另外就是在过年之前呢，我们看到了反贪会主席阿赞巴基的这个超额持股，以及反贪会成为企业黑手党的这个指控，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彭博社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这个大篇幅的报道都引起了马来西亚整个社会的高度的关注。那除了这些议题之外呢，大家是否还记得 MyKios 的议题啊？那就在农历新年之前呢 ，MyKios 被这个反贪会点名整改。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标志性的。这其实代表什么呢？其实代表着其实我们可能是非常善忘的啊，因为过去这个议题它可能在那个时候呢被炒得非常的火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却遗忘了。但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他并没有忘记这个议题啊，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 MyKios 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马华青年团的署理总团长张佑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佑全，欢迎你。好，谢谢能杰，谢谢您邀请啊，也祝各界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是，今天邀请你来呢，其实想要你来聊聊啊，身为一个新一代的这个政治工作者，其实你会如何继续的来追踪这些议题，以及要如何继续的来监督我们的政府啊？因为我感觉到现在要监督政府这件事情不是太容易。其实能杰讲到这一个问题的话呢，人家常说监督政府其实就是反对党的工作，在野党的工作。那么也常常有人用这一个论点来抨击马华。因为马华毕竟我们是在执政联盟里面，是在国政旗下，那么国政目前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那么常说你们在政府里面，在政府体系里面，为什么你还需要去监督去抨击这个政府呢？其实我认为说，今天在这一个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面这一个议员，无论你是在野的或在朝的，只要你在政府里面不担任任何重要的位置，就包括阁员、副部长等等之类的，其实你就有这一个责任去监督这个政府。主要不是针对我们是监督主要如果今天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有待改进的地方，包括刚才能杰你一开场所说的这个 MyKios 的事情，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其中有存在着很多可以被改善的东西。我们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就是说是有猫腻的或是有贪污腐败的，没有。我们认为说有很多东西是
值得应该是被去改进的，因为毕竟这个涉及很大的这一个很大笔的公帑、很大笔的公款，所以我觉得说政府在花费或是在使用这个公款的时候，应该要更加的谨慎。所以讲到去监督这个问题，所以马华虽然我们目前是在政府里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选民给予我们的这一个期望，就是说我们目前有2个国会议员，他们都在很尽责尽善的在就是在履行着他们作为国会议员后座议员的这个责任。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MACC 他也指出，这个 MyKios 的这个计划呢，应该要来进行改善哦。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代表着说，其实你们当初的质疑也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为了要找茬而已？其实一开始这个课题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有民众的回馈，他们告诉我们说，在他们的周围突然间多了很多这种红白的这个小箱子，但是小箱子很奇怪，就是它设立在那边之后。但是没有人开档做生意，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接到这一方面的这个投报，我们就实地去采访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其实真的是全国各地有很多地方，他们这所谓的 MyKios 的这一个小箱子了，就放在那边，就是算是废纸了。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课题，我们有尝试要通过新闻发布会、文告等等之类的就去询问这一个负责的部门就是地方政府部。OK， 但是地方政府跟这个房地部，他们并没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提问提出很好的这个回应，反而认为说我们是在找茬，或是我们在针对玩这个所谓的政治针对。那么我们在没有办法之下，唯有向这一个反贪污委员会去做出投报，因为我们认为说这其中肯定是涉及了所谓很大的不善这个公款管理不善的这一个问题。至于有没有贪污腐败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就交给这个反贪污委员会去进行调查。那么刚才能杰你所说的，在新年之前，我们就看到反贪污委员会就针对这个 MyKios 提出了5大改进的这个建议，这证明了这一个课题这一个工程本身它其实就存在着很大的这一个弱点，需要去被改进的。这些弱点包括了您曾经提到说 MyKios 面临这个选址失当、人流不足跟长期闲置等等的这些问题对。那么根据你们到处的巡视呢，可不可以举出1-2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到底这些摊位究竟是怎么样子被荒废的？是因为地点太偏僻吗？还是它的设计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用途呢？其实我必须说，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它一开始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用意是好的，它用意是好的，它主要是要让一些在大路旁、在树下在进行贩卖的这些小贩，他们有一个栖身之所啦，就是让他们可以进去里面做生意等等的但是我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个选址不当，然后有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是在霹雳州，他选的这一个地方竟然是在很繁忙的这个道路旁边那个路肩OK， 保护加烂。OK， 那么请问，在一个如此繁忙的这一个公路，人家要如何停下车去买呢？再来一个例子，有一个是在这一个所谓的我们这个 roundabout 这里附近的一个地点，那么这 roundabout 同样的问题出现。这一个驾车人士，他真的是很有心要去帮衬去买的话，他怎么去停车呢？所以这就是选址不当的这个问题。是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我们在揭发这个事件之后，做这个课题之后，有很多的所谓的网军就在网上就抨击我们说，没有啦，你们特地是选人家没有营业的时候去拍照，为难我们，为难政府。好了，我们就有一些人我们的热心的党员就实地去监督，发现到无论是晴天、雨天、白天、晚上，几乎都没有开店这么所以你要怎么去说我们是挑在他们没有营业的时间去拍照呢？因为基本上都没有人在用所以这个就形成了浪费。那么在几个月前，在去年年尾，甚至在柔佛州，没有错，应该是巴杜巴哈那一边，因为下大雨的关系，一个没有用或被废置的这个 MyKios 的摊位，竟然随着雨势冲到大马路，差一点造成交通意外。所以这个就是实实在在造成这一个我们浪费公帑，或是不善于使用这个公帑，而导致出现种种的问题的一个铁证不是找茬，这个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其实你一直以来都在关心这个议题然后你刚才提到的一个
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网军攻击。网军攻击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因为当我们提出问题或者是质疑的时候，我们希望相关的单位，比如说房地部或者是尼可敏，他们可以去针对问题来回答或者是解决问题。但是会不会觉得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议题，它有了网军进来搅和之后，它就变得更加不单纯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有发现到了，最近近几年来我们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好像更加进一步受到压挤了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一个政策层面，政策层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了，但是真正造成我们言论自由的这个被进一步所谓的挤压的问题是在于说，看你所说的，有很多所谓网上的网军。或是水军利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尝试去混淆或是去扭曲这个事实，所以这是我们观察到的这一点那么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水军或网军，它到底是谁雇佣来的？我相信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网上去找一找就知道了是谁之前说过我们要去聘用更多的这一个网络的这一个军队去维护政府。那么这一些人到底是谁？到底用了谁的钱来请？这些我相信听众们都有答案。答案呼之欲出但是我想请问的就是这个房地部部长尼可敏他从一开始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有的回答，他针对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回应，是否符合你们心中的期待？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整个采购的程序的问题上面，包括了我们知道说西蒙过去他的竞选宣言之一就是说，所有的政府工程都要公开的招标。那基本上 Michael 是否是有经过这样子一个正确的 SOP 招标的过程，以及它的造价是不是过高等等，这些都是一开始你们提的问题。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 MyKios 的工程，它基本上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说它的这个造价是不会超过15000，那么第二个阶段，他是说不会超过25000。那么之间的差别呢，就是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他们说第二阶段是有升级版就是有所谓太阳能发电等等之类的。好了，无论如何都好，我们在提出这个造价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根据房地部的指南，他们说第二阶段或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造价不能超过15000块，但是我们根据马六甲州行动党的一些议员或者市议员，他们丢出来的这个所谓的 invoice这个发票单里面显示出这个造价是高达22500，那么就比之前房地部所制定第一阶段15000的一个造价还要来得高为什么造价比什么规定的15000还要高，但是却获得审批、获得通过，而且可以去购买呢？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重点之一。它浪费公帑是一回事，那么其中造价过高甚至我们所谓看到的是否后面的造价的这个所谓的 provider 或是 supplier 有几家，这些都是我们要知道的答案。是否它只是例会了几家公司呢？所以这些我们在当初在百问不得其解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问了这一个房地部，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们没有获得很正面的这个回答甚至他带着一些好像对待政敌一样的这个态度去回答我们的质疑，我们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把这些疑问带到去反贪污委员会，希望他们可以正视。结果过后的这一个报告，这个反贪污委员会给出的这个建议，也证实了这一个 MyKios 的工程的确存在着很大的这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回到了一个制度改革的问题因为不管竞选宣言讲的这么样的漂亮，但是如果在制度上面没有进行改革、进行改变的话，其实做法上其实也可以像过去一样，不需要经过招标，或者是可以透过私人的关系来得标等等。你觉得其实你自己看现在的政府，他们对于这一方面的制度改革，是否有在进行推进呢？其实我看到的目前在表面上的确是比之前的可能是更加严谨
在公开招标等等之类。但是我们讲回去 MyKios 这个工程 ，OK 其实房地部曾经回答过，他说这一个采购的工作是交给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 BBD 去个别去进行的。对，所以房地部并没有直接牵涉或是介入这一个整个的采购过程之中。但是我们的疑问就是BBD 你们在采购的过程之中，是否有受到这个房地部严格的这一个监督？像我刚才提出的这一个例子，马六甲就出现了这个超标的这个问题所以马六甲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他州呢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问号。第二 ，supplier 的问题，所以是否是有通过了 KPKD 房地部认证的几个 supplier 才可以参与其中呢？因为毕竟如果你发到去每一个地方政府 BBD 去个别进行的一个采购的话，他们可能一时半刻也找不到这个所谓的supplier。所以他们就要 refer 到 KPKD，所以这一些我们没有答案，我并不是一口咬定说这肯定有猫腻，所以我们就交给有关当局去进行调查。OK，其实让我想起4个字就是甩手掌柜。就是当我们制定出了政策之外，其实政府的责任还是应该要去执行，除了执行之外，还要去监督不能够说我制定一个政策，然后就由我们的地方去进行执行，然后毫无监督的话，这总是会出问题的那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么多摊位了，然后现在我想这个计划它应该会再继续进行，可能 2.0、3.0、4.0。那接下来你会怎么建议你对于目前闲置的这个 MyKios 有哪一些建设性的补救的建议吗？这个我们就交给伟大的房地部部长他去作为这一个推手的这个部门去回答会更加恰当。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说目前我们公帑花了这么多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们全国有7000多个的这个摊位，每一个造价我就给他平均2万块就好，那么它就是一个介于2个亿2个亿的这一个造价这一个总成本的这一个项目。所以至于要怎么去推或者是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让它废置也不是办法，因为毕竟我们看到，我提出那个例子，在柔佛州，下一场大雨就把这个整个 MyKios 摊位推了出来。那么你难保它不会成为一些可能像黑斑纹积水的问题啦。OK， 还有一些成为一些不法分子虎视眈眈的目标等等之类的，这些我们也不能排除。所以我认为说是时候房地部针对反贪污委员会的建议也好，或是针对马清的建议也好虽然你不太认可我们，但是请听听我们的这个建议。那么是时候真正的去看回去 review 整个 process。 OK， 到底整个 process 出了什么问题？那么现在废置的这个摊位是应该要做些补救怎么补救的这个工作？要把它们卖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认为在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初房地部推出这一个 MyKios 课程的这个工程的时候呢，他把 KPI 就让每个 BBD 去执行，但是 BBD 这一边地方政府这一边他就没有去做好他们的这一个市场调研的工作。OK， 他没有看到说 market 的 demand 在哪里，所以就导致了原本一个地方它不需要的，但因为了要 hit 到这个 KPI， 他就被迫把摊位放在那一边就造成了这个白象计划就造成了没有人使用所以这个是问题。所以我认为说房地部是时候真正应该要去重新审核这一个计划，那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就给予人民这个解释，因为毕竟浪费了这么多的公帑，那么接着要赶紧去做这个补救的工作。是你这边好像也有呼吁说要成立跨部门的独立审查机制具体来说你是希望说有这个机制来进行一个更细部的一个调查比如说是你觉得哪一个单位比较适合来做公账会吗？还是说你觉得说国会应该怎么样子来进行这件事情，持续来进行改进或者是来施压呢？我认为说我们希望公账会PAC
可以介入，那么同时也去对整个 MyKios 的工程提出一个全面的审核看到底之间是发生什么事情，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公账会我们看到的是有这个在野党跟执政党的这个国议员在里面，所以希望他们可以以一个比较公正全面的角度，那么去调查整个事情，那么给予我们人民一个答案这个我觉得说是最好的一个方法。OK，在我们休息之前，最后一道问题问您就是如果现在房地部长尼可敏坐在你的面前的话，不只是 MyQ 是个议题啦，包括了最近很多有人说他是什么大炮部长啦等等啦你其实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呢？如果我有机会见到房地部长尼可敏部长的话，我会跟他说，你说过你是这个大炮，人家讲说你是大炮部长嘛，他讲但是他是有料的大炮嘛，OK。但是各位，我想说的就是部长你现在是高高在上你之前所讲的东西其实都有记录在这个网络上，人民的记忆犹新的。所以如果今天做不到的话，就不要这么大声了。我们许下的这个承诺毕竟我们要兑现的。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兑现的话，就请你低调一点，小声一点。OK， 说到做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现在来谈独中统考幼权。其实你觉得独中统考到底有没有被承认？这个也是农历新年期间，我相信大家一直不断在讨论的事情。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你问我的话，我认为这个独中统考有没有被承认其实答案是不言而喻了那么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答案，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回到去统考的这一个主人家就是统考是谁的产物？就是董总的这一个产物嘛，对不对？那么董总他对于统考有没有被承认这个事情，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OK 那么今天董总的主席这一个陈有信他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欢迎政府在这个承认统考这一方面做出的这个努力，但其实他说这个并不足够。于构成是吧，或是我们说的已经是承认统考了，因为毕竟在承认统考，它并不是让你在 SPM 只拿2科，那么就随着这2科就包括马来文跟历史，你就可以符合你的这个统考成绩一起被承认。它被承认的这一个广义上还包括说，你可以使用这一个统考的文凭。在这个入读这个政府大学之余，同时也可以进入政府的体系当公务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在这个独中整个体系是被政府承认，而且是获得像这个华小跟华中应该要有的这个所谓的拨款，这个才是所谓全面的承认统考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们几位部长或是政府说，我们已经想办法去推行以2科来考这个 SPM 2科考国语跟历史，统考加2，我们就当作是可以承认就当作是承认统考了吗？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太过乐观了而且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固然在教育部这边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但是以SPM 统考加2这一个来入读本地政府的，那个是在高等教育部的这一个部长的权限目前我没有看到高等教育部有任何针对承认统考这回事有做出什么明确的表态，所以他们的立场还是非常的模糊的感觉上现在就是承认统考各自表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是，今天有首相讲，明天有教育部长讲，后天副教育部长又出来灭火，高等教育部长也没说过什么突然间团结部长又突然间又可以出来说话了，针对这个统考问题。是，但是其实有没有承认，我相信特别是华社，就像您所说的，大家心中都有答案但是其实在过年之前呢，我们有看到了这个前统考特委会主席Eddie Khoo 呢，他就表示说，这个政治人物在这个统考议题上面呢，其实常常都是扮演着一个挑衅者的一个角色他们无意找到共识，也不想解决问题。然后我想问你，就是你自己
在政治工作上面，你的观察和 Eddie Koo 的看法一致吗？很不幸的，我们是非常一致的，因为其实在这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蒙还没执政之前，其实都大肆的使用这一个承认统考的课题来作为他们争取选票的一部分。我们不怪他，那个的确他们是在野的时候，他们使用这样子的这个课题去争取选票是应该的。但是你在你竞选期间，或是你在对选民做出任何的承诺，刚才我所说的，就必须要去兑现。但是你在执政了之后，而且是获得大部分你所要的这个票数，也就是华人的这个选票的时候，95%也好，90%都好 ，OK， 你并没有去正视当初带着你这个希望就是人民把票投给你，对你有这个期许。但是你今天却不当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无论如何，在国会里面这一个行动党，他们作为西蒙里面最大的这一个执政党的这一个成员，他们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必须要去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再出现这句话不是我所说的当初白纸黑字，但是突然间这句话又不是我所说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出现应该要去正视它。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它固然是有一点点的进展，政府在研究如何统考加2了，但是那个是第一步，不完全是承认统考，所以我们不能把说这一个事情等同于承认统考来普天同庆。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朋友，在这个国会里面有40席的行动党，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路途还很遥远，这个远远超过1里路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的。会不会担心说，其实接下来的一个政治的气氛就会变成说，你说我没有做到，但我明明已经做到了，就是做到是由我来定义，而不是由人民来定义。这个是一个蛮诡异的气氛，觉得吗？我觉得说，既然你说做到就做到吧，我就不跟你争了。那么我们就在大选的时候见真章吧。OK， 就交给选民去决定吧。其实这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猜说下一届大选是什么时候如果大选就在近期的话，2个星期之后就大选的话，或者1个月之后就进行大选的话，你自己预估整个情况会是怎么样子呢？这一方面我就不方便去做太多的这一个预测。但我觉得说，我们你觉得民主行动党他的支持会不会已经松动了？我们看到像是沙巴的这个州选的这个情况他们的支持，他们在那边全军覆没。我觉得说，沙巴对我个人而言是可能一个比较 exceptional 的，比较特别的，比较例外的例子，比较另外的议案，因为毕竟在那边的那个风土民情不一样，所以他们所追求的可能也跟西马的人民可能稍微不一样。OK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说现在的选民都相当的理智，而且他们经历了2个阵营相互当政府的这个阶段，那么中间包括可能喜来登政变之后有经历过了国盟当政府等等之类这样子这个时期，所以大家都相当的经验丰富了所以可能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说今天高高在上在朝的这一些，可能你以前可以以各种课题，包括以统考的课题来去获得很大的这个支持，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去兑现你当初所提出或是所许下的承诺的话，那么我觉得说选民自然在大选的时候有答案可以会让你知道。是因为除了统考的议题之外，我们现在也看到养猪业的议题，在农历新年之前呢，也是非常热议的议题，而且也是我觉得应该说让华社感到灰心吗？我觉得灰心已经是不足以来形容这件事情了当然，我们也看到西蒙也好，或是民主行动党有一直出来缓颊，要出来解释，但是大家都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西蒙或者是民主行动党，他们因为我们都知道雪州他们执政了非常的久，今天还发生这件事情，当然有人说这个是雪州苏丹他的意思他的意志，但是身为政治人物或者是身为政府，雪州政府有没有去努力的为猪农争取，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吗？其实我们看到
最近交通部长陆兆福作为行动党的一把手，他就有说过了公开的对全国的华社喊话说，我们确保说一定有猪肉吃其实他这样子这个说法呢，我可以说是在粉饰太平。其实我们今天关心的并不是有没有猪肉出的问题今天无论我们吃的是本地猪或是进口猪的好，都是有猪肉吃的，这个不是问题。但问题就在于说，刚才能杰你所说的，2008年开始，雪州就由这个西蒙执政，那么他们今天不是才执政几个月或是几天他们执政了10多年接近20年了，所以基本上他们应该很有经验。在处理这个在施政方面是相当有经验的。那么这个猪农的问题，基本上它也并不是在西蒙的时间已经出现了，它已经是数十年的这个时间，甚至当初国政执政雪州的时候也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在雪州在国政执政的时候，它并没有说我们突然间停止或是不让人家在养猪这个课题出现？是因为当时马华作为雪州政府的一部分。我们有尽力的去进行协调跟调解，才不让这样子这个事情爆发。那么在2008年改朝换代之后了，他们执政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突然间会有这样子这个事情出现？就是出现雪州没有一个地方再可以养猪这样子的一个论调出现了。其实罪魁祸首就要看回我们的执政者。他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说这个环境问题也好啦，或是他如果处理不当，他可能会变成种族冲突或是宗教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雪州政府他到底有扮演多积极的角色去解决问题？就在事情还没有发酵之前。问题就在于说，你看，我们看这一个单独吃霸的这个猪农，对，你知道有问题了，他有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雪州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一个长远的计划，要把他们移到别的地方去？之前有听过一位行政议员雪州的行政议员他有讲过，他们尝试要给他们搬，但是有条件，就是必须要把养猪场。把它提升一个所谓的更加清洁现代化的这个养猪场。对，猪农那方面有回答，他说可以呀，我们可以投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投资的话，我们必须要有雪州政府给予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 assurance 一个确认，你今天给我们的这个 license 可以长期的嘛？至少10年20年了要不然就血本无归了。是，不然就血本无归了。今天我花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去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养猪场，突然间我申请license的时候，你只批我2年，然后每2年要我再去申请。一旦你不批的话呢？这个问题出来这边，对，事实上现在已经有现在被关闭的养猪场，有一些已经是花了重本进行现代化，然后还被关闭，那他们的赔偿问题怎么办？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今天问题出现很久了，雪州政府到底他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他采取了什么步骤？采取了怎么样的一些行动去解决猪农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着的是这一些猪农的这一个生计，除了猪农之外，它还有很多周边的这一个行业，运输业、五金业这一个卖猪肉的、饲料的等等之类的，所以它牵涉的不只是养猪的，而是整个养猪业的这个周边的产业链是这些家庭，这个才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远远严重于过马来西亚华人没有猪肉吃的这个问题了。是，但是现在整个焦点就已经被转移到只是有没有猪肉吃的一个课题，而且看到陆兆福回应的也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回答，跟有没有吃猪肉，其实并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大家关心的是整个养猪业的这个存亡的一个问题是，但要关闭也好，或者是要勒令停业也好，后续的赔偿到底有没有？后续的赔偿到底有没有？那个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事情，之前有人说之前雪州政府也提了，在布吉达嘎这个地方可以计划把它移去那一边。对但为什么我们看到当雪州政府提出来要移去那边的时候，突然间我们这个雪州的苏丹就发了谕令，
接着首相也介入了，接着有很多方面的人也介入了，纷纷的提出不同的那个看法。OK， 我在想说，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之中，雪州政府的立场是什么？那个才是最为重要的。特别是在雪州政府里面，所谓代表非巫裔选民心声的那些行政议员、人民代议士，你们的立场才更为重要。因为今天只有你发声你才有 carry weight， 才有那个重量去让这一些事情把它扭转。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苏丹可能出了声，首相出了声 ，MB 出了声我们就不对一些这种所谓的现况提出我们的看法建议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进进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在雪州的这个养猪的风波、养猪场风波里面，几乎没有看到一个重量级的所谓的非巫裔代表的人民代议士的声音出现，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大家不要认为这只是猪农的问题而已今天它可以针对猪农，明天可能就可以针对其他不同的行业所以现在会不会感觉上很像是政府说了算？有一些的观众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说，感觉上现在比过去还要来的威权，还要来的独裁。现在说政府说什么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那有点变成不只是一言堂了，就让我们觉得说，是不是？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说特别是雪州这个猪农被勒令停业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的整个的民主机制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完全失灵的？是，其实这一个不只是一个单一事件因为像能经理才所说的，它今天可以发生在养猪业者身上，它可能也会发生在其他的业者身上包括可能一些当这一个国家或是这一个州属里面某大族群的人认为说，这个好像不太合适，那么他就会向政府施压。那么政府为了要顺从大部分民众的意愿，他就使用了他的权限，包括不给你更新这一个执照去迫你停业等等之类的。所以养猪业是其中一个，其他的可能会发生到延伸到其他的问题其他的行业，这个我很难说。对，但是我想提出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今天最近在雪州里面有一个购物中心，原本就是被设计成为 pet friendly 的，对就是可以人家带宠物去的，但是因为抗议，所以就变成说又突然间不行了，还是怎么样，就闹得满城风雨。是，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今天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循着不是单一种族而是全民各种族、跨越种族、跨越宗教的这一个角度去处理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国家会不会变成越来越加的独裁，或者是一言堂？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要请您来这边讨论的，就是关于我们的反贪会主席阿赞巴基他超额持股，以及整个反贪会被批评为不是被批评，就是被报道被揭发说里面有所谓的 corporate mafia，有企业黑手党在里头帮助一些企业去打压其他的企业，去收购其他的企业那当首相安华在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很明确的就定调说，就很像这件事情，阿赞巴基他是不需要休假的然后调查这件事情究竟是要怎么样子调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政治人物也出来表态说，应该要有黄委会。你觉得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为什么是变成是首相他就一锤定音，他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子吗？我们看到阿赞巴基这个 case 基本上为什么我们会要求，或是外界有很多人是认为说他应该要休假？因为如果今天你不休假的话，我们就算我们再怎么去对你展开这个调查，他这个所谓调查的公信力、独立性也会成疑了。就好像我们看到前部长 Rafizi，他就说了，他在爆出不是他爆出他是根据这一个彭博社 Bloomberg 的这个报道去提出这一系列的事件的时候，他突然间又被传召。因为涉及一些贪污的事件等等之类的，他说这个就是可能在变相的在施压他，不要再这么多事了。所以是同样的，今天如果这个阿赞巴基
被指涉入这一些事件之中，其实首相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求他先休假，然后再成立一个独立的黄委会也好，或是调查委员会也好，去调查他。虽然今天政府有成立一个以国家首席秘书长去带领的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但是今天我们调查的对象是阿赞巴基，他是反贪污委员会的一把手。你作为国家秘书长的话，你是否会毫无忌惮的去调查这一个人呢？因为因为你还没出假的国家秘书长是否因为对方还有这一个所谓的开档调查的这个所谓的权限，是对他有所忌惮呢？这个很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说阿赞巴基必须要先放假go for garden leave。过后，我们就根据应该要有的这个程序去对他展开全面的这个调查，所以我觉得首相在这一方面，下的这一个定论太过的武断，认为说他不需要休假，也不需要怎么样等等之类的。你观察接下来它会演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局势呢？因为像我们看到，包括是公正党也好，或者是民主行动党也好，还有包括马华，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上面，各政党的意见还蛮一致的。是因为这个关系到马来西亚我们的经济的独立，而且是对于外国商家来马来西亚经商的这个信心。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我刚才所说的国家秘书长所领导的这一个调查委员会他其实是调查阿赞巴基非法这一个持股的这个问题因为公务员他只能持不能超过10万嘛，但是他在那个公司的股票有超过80万，所以他们是调查这一个角度。但是根据 Rafizi 根据彭博社的这个披露，其实今天主要整个案件的重点不在于说阿赞巴基他是超持股的这一个问题，而是在这一个持股的背后，它涉及到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庞大的这个犯罪组织，就是所谓的 corporate mafia。Section D，Section D， 它使用这一个反贪污委员会里面旗下的一个 Section D 去对这些企业，特别是上市的这个企业公共公司去进行敲诈。要求公司的持有人以非常廉宜的价钱或是以一个免费的方式把公司的股票转让给这些 corporate mafia，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对，所以我认为说这个调查委员会由国家秘书长所领导的这个，他应该把它升级。今天要调查的不只是非法这一个超持有这一个股票的事情，而是背后 corporate mafia 的这一个课题，这个更为的严重。所以这个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华包括行动党包括公正党，我们有很多的个议员我们立场是一致的。因为如果今天我们不把这个 corporate mafia 的这个事情把它调查清楚的话，会让这种所谓无法无天我们说今天你可以通过非法的手段去敲诈，而且是配合政府机构去敲诈这些公司的合法拥有人，把股票给你，把公司骗到手。请问有谁对马来西亚的商业这一个企业界还有这个信心跟希望吗？对，这个是非常影响外资的这个投资信心。是的，而且对于安华的政治前途来说，你怎么看？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的意见都这么一致，各大政党其实都是希望阿赞巴基可以休假，然后可以来彻查，可以来恢复外资对马来西亚的这个投资信心但是唯一现在我们看到唯一反对的就是首相安华。对首相来说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以首相的智慧，他懂得什么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决定。因为他目前也看到了，基本上你一味的袒护阿赞巴基的话，对你来说是没有好处的。我反而认为说，今天首相应该要去正视，包括他自己本身党内的国议员公开做出呼吁，是希望说我们可以马上立案调查这个阿赞巴基。而且调查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非法持有股票的这一个事情，或是超持有股票的这个事情，而是整个 corporate mafia 的指控。因为毕竟这个是由外国一个很有权威性的媒体彭博社所做出的这个披露应该是有根有据的。我们必须要做出全面性的这个调查。那么同时
回到首相这一边，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到目前为止还这么的袒护这一个阿赞巴基。就是到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2月26号下午2点51分，他都还没有明确表态。是，也包括说，除了阿赞巴基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人物，就是这个法哈什。对，法哈什。其实我相信，本地听众们，如果你有留意一些本地的政治新闻也好，经济新闻也好，你也不难看过啊，应该很经常看到这一个名字，就是法哈什这个名字。那么他是首相的前政治秘书，他也被指控以本地的多宗的这一个所谓的商业。这一个持有股票的一些事件上是有份参与的，对但是这一方面的指控，首相也好像没有给予更多的这个解释，所以我觉得说，更加好的，现在应该要做的就是呼吁国会议员的这些所谓的响应他们的呼吁，就是马上对阿赞巴基展开这个调查，还有揪出整个 corporate mafia。这一个所谓的幕后的这一个关系网是怎么样？到底他们怎么操作然后来还给我们民众一个信心。好，今天非常谢谢佑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真的是很感谢你，因为你来在节目当中发生很多事情，所以请你聊的事情比较多、比较广一些而且你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想法以及意见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思考的。对于这个国家接下来要怎么样子往前走，不管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子，你是觉得灰心也好，或者是失望也好，或者是你觉得说你自己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来改变目前的这个现状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谢谢佑全，谢谢。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